尼克松和基辛格去和老毛开会的时候，派的去逛街了啊。派的对着记者说：“太爽了，太爽了！尼克松要是这么可爱就好了。”周恩来总理听了那是哈哈大笑，美国人真是没有见过世面。1周以后啊，派的就在华盛顿的公园啊看到了熊猫。文森老师，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吗？难道不是我吗？滚一边去！我最喜欢的是熊猫。哦，那熊猫还是真的是非常可爱的啊。可是2022年，互联网有一条熊猫回家的新闻，让中美两国又陷入了一轮无休止的口水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突然开始流传着一张瘦骨嶙峋的熊猫照片。这只熊猫啊，除了瘦以外，精神萎靡，而且有肉眼可见的皮肤病，看了真是让人心疼。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干了，各路网友乡民啊开始发动自己的能量。这是哪个动物园养的熊猫啊？不知道是国宝吗？经过网友这么一查，发现这是一只住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叫丫丫。美国人居然这样对待我们的国宝，那还了得！网上的各路 UP 主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这个熊猫的消息，做了各种各样的影片啊。有说美国动物园不给这个熊猫东西吃，让熊猫跪地乞食的；还有的说熊猫因为长期受到这个虐待，已经出现了各种反常的举止。反正最后中国网友这么一讨论，这么一开会，就是不行结论就是咱们得把我们的丫丫接回国回家。如果美国人真的是这样对待熊猫的话，那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可是人家美国人听了也觉得冤啊，说我们给丫丫吃的竹子那都是最新鲜的，而且丫丫今年23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也都80多了，食欲不是特别好也很正常。再说丫丫的皮肤病也不是我们不给她治，而是丫丫先天就有这个 DNA 的缺陷，实在是治不了。我怎么听着觉得是狡辩呢？那咱们中国的网友听了也是不买单啊，最后还是要丫丫回家回国。这个美国的记者也是非常有趣啊，他们跑去问动物园的园长，现在丫丫要被带走了，你什么心情啊？那园长怎么说？园长说他的心情糟透了，他还叫自己的动物园的同志给这个丫丫拍了一个道别的短片。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企鹅、山羊、乌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小豪猪都来到动物园的熊猫馆给丫丫说再见。老伙计下一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画面是十分的感人。其实丫丫并不是唯一一只回家的熊猫，这样的告别在美国的动物园里面后面陆续还要发生很多次。6年前一共有16只属于中国的大熊猫生活在全美的各大动物园。到2024年末，这个数字会被清零。不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熊猫也在相近的时间点一起回国。中国好像突然间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熊猫召回活动。你这说的感觉，熊猫像间谍一样，出了事还会被召回啊？你这个说的就不大对熊猫这么可爱，那应该叫外交大使。你跟我们国家关系好多多的熊猫我们都愿意给你。你跟我们不好，一只熊猫你都别想要。这不应该吗？美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的，出了任何问题，责任肯定全部都在美方。确实责任全在美方，我也这么觉得的。可是就在丫丫回国没几天养老公寓入住的手续还没有办齐全习大大就暗示，哎呀，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熊猫，再给你们一些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有的时候外界连中国的外交部长是谁都不得而知，为什么通过熊猫的进退，我们却又可以感知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为什么是熊猫？大家都知道野生的大熊猫现在全球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的大熊猫后来都是中国政府租借给他们的。而在1972年以前整个西方社会只有一个大熊猫叫基基。不要笑生活在伦敦的动物园。基基的一生相当传奇。
流浪了大半个地球，才最后在伦敦安家。基吉的具体出生年月，谁给他取的这个倒霉的名字？基吉的具体的出生年月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因为他是在1955年在四川宝清县被发现收养的，后来被送到北京动物园。1957年啊，那个时候这个苏联的一个元帅叫什么弗洛西洛夫，访华，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土特产嘛，就送给了苏联人2只熊猫，基吉和平平。去了莫斯科动物园没多久啊，苏联人以为基吉是男孩啊，那可不要取这个名字，没有繁殖的价值，就又送回了北京。1958年啊，被一个奥地利的这个动物商人看中了这个机会啊，用3只长颈鹿、2只犀牛、1只河马、1只斑马，一些非洲的动物啊，从北京动物园换得了基吉。原来基吉是要被送到美国的，结果那时候美国就疯狂的排华嘛，连熊猫他们都不要。最后被伦敦动物园相中这个机会，用1.2万英镑给买了下来。在1966年啊和1968年，基吉还2次被送回莫斯科动物园去跟其他的公熊猫交配，可惜都没有成功，没有生下小熊猫。所以整个西方社会啊，在1972年以前啊，只有伦敦动物园这1只熊猫。不论你是教皇还是美国总统，你想看熊猫啊，你只能打飞的到伦敦来看。当然了，西方世界没有熊猫这种状况，在1972年因为尼克松而改变。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啊，而是因为尼克松的老婆 Pat Nixon。我们都知道啊，美国总统的质量其实不是很稳定，厉害的有像华盛顿、林肯那样开万世太平，熊的时候也有像拜登、川普那样只会吵架骂街的。但是啊，美国总统夫人的水平却一直都非常的稳定，每一个都可以说是风华绝代，单独拿出来都是独领风骚数十年啊。尼克松的老婆啊也不例外 ，Pat 走到哪都可以引来路人的欢呼雀跃，因为 Pat 受到了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啊，同时也为了2国元首首次接触创造良好的氛围。周恩来就点名邀请了 Pat 和尼克松一起访华啊。那这个总统夫人也见过毛主席了？那倒没有哈。尼克松和基辛格去和老毛开会的时候，Pat 去逛街了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啊，对于所有的外国人来说啊，都是非常神秘的，所以选择和老毛见面和逛街啊 ，Pat 选择了去逛街。Pat 先去参观了一下工人的食堂，看看大家伙食好不好啊。参观了学校，看看这些学生是不是都在非常认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了，Pat 还去了北京动物园看了熊猫。那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熊猫吧？那可不，Pat 对着记者说：“太爽了，太爽了！尼克松要是这么可爱就好了。”当天晚上国宴 ，Pat 就坐在周恩来总理的旁边啊，桌上摆着一个印有这个熊猫图案的烟灰缸啊。看到了熊猫 ，Pat 这个眼睛啊，他就挪不开了。他指着这个烟灰缸啊，就跟周恩来说：“太可爱了。”周恩来总理直接说：“那我给你一点儿。”Pat 听了以后，我不抽烟，我不抽烟。周恩来总理听了那是哈哈大笑，估计心里想：哎呀，美国人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说：“我给你几只熊猫。”1周以后啊 ，Pat 就在华盛顿的公园啊看到了熊猫。因为尼克松当天在外地开会啊，他还特地打电话给 Pat 询问这个熊猫的情况。Hi. Just checking to see how the panda thing went. I've been in a meeting, and so Oh, they were just darling. Were you able to get up to them? Do you pet them or anything like that, or they don't allow that? No, they're comic little things, you know. 在这之后啊，美国的盟友，比如说日本啊、西班牙啊、西德啊，都获得中国赠予的大熊猫。在后面的10年啊，中国觉得需要跟哪个国家搞好关系，那个国家就会收到我们的熊猫快递。可是啊，你知道咱们中国人都是很精明的，对吧？啊，然后呢？我们迅速的发现了一个商机啊，就是啊，全世界的老百姓啊，实在是太喜欢熊猫了，这么无偿的赠予白给你嘛，实在是有点划不来。也是。所以中国政府啊，就推出了一个熊猫的租赁计划，1只熊猫的租金啊是$100万1年，只要是跟中国关系好的国家啊，都可以来租赁。
租赁费啊会重新投入到这个在国内在中国大陆的熊猫的保育的项目中去。而且这个租赁条文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承租的这个动物园啊要鼓励熊猫的这个繁殖，然后生下来的这个小熊猫啊还是归中国政府所有。哇，签这样的条款也太爽了吧！人家付钱租我们的熊猫，然后生下来的小熊猫还是归我们的。那外国的动物园根本就不在乎每年什么100万那点租金啊，难的是怎么让这个熊猫受孕下小崽儿。母熊猫啊，一年受孕期也只有36个小时。熊猫在野外生活的时候，受孕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到孕期快到的时候嘛，母熊猫就看着公熊猫在那儿决斗，有的时候啊是在打群架，有的时候啊是两只在那儿 PK， 反正是谁赢了，我就跟谁。你懂了啊。这种游戏规则啊，持续了2000万年。可是你懂的。我懂什么？现在一个动物园里面通常就一只母熊猫，一只公熊猫啊，而且一个个是养尊处优啊，谁爱决斗啊？我没事，我吹个空调，我吃个竹子，我不香吗？生个宝宝多累啊！而且可能因为啊太久没有这个冲动了，很多熊猫已经不知道你懂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们就得给熊猫演示一下，具体是怎么来的。不会吧，真人哎？没有啦，看电视啦。除了这个 Pornhub 还有 PandaHub。当然了，熊猫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鸡鸡比较小啊，受孕期不固定啊等等。反正熊猫生孩子是挺困难的。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啊，为了让熊猫能够怀孕，那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成果还不错。到2019年啊，已经有超过600只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境外。但是这一切啊，在赵立坚出现以后戛然而止。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七国集团还是给美国把脉开药方吧。谎言重复1000遍也还是谎言，装睡的人是怎么捅也捅不醒的。赵立坚啊，作为中国的一个外交官啊，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很不以为然。在2019年啊，老赵在接受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啊，他就说，如果美国港要霸凌中国，那中国会反制到底啊。当然了，像赵立坚这样级别的官员，对于事情满不满意，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太多人注意到他。直到他注册了推特账号，在推特上啊，上怼天下怼地，中间怼上全世界的老赵啊，在2019年迅速涨粉到20万。你别小看这20万，好像不多，对吧？动不动现在人都100万大 V。那个时候这20万已经是中国对外所有官方账号粉丝量的总和啊。那当个键盘侠也没用啊。那我们当键盘侠肯定没用，人家是外交官啊。你比如说美国指控中国新疆啊、西藏啊人权政策的时候，老赵就直接回怼人美国你伪君子，反正骂来骂去，骂着骂着他就上了央视了。美国政府啊看了这个新闻播出以后非常愤怒，要求中国外交部撤换赵立坚。然后他就升职了。有流量就是好啊，有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对，别流量不流量的啊，我这讲的是民族大义啊。传说啊，中国的外交部有2只神兽，一个是熊猫，一个是战狼。战狼来了，那熊猫就得靠边了。后来老赵的表现，对吧？大家也都看见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总统，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我知道，你不用念了，你不用替他们做宣传了。你这是一个充满恶意的问题吧？你最好去问问加拿大政府什么是人质外交。政治的东西啊，我不懂，我就希望阿德莱德那个动物园的那个大熊猫赶快给我回家啊！这样在澳大利亚境内，我就是T老师这个最喜欢的动物了。人生1分钟，快乐60秒，大家下周见，拜拜。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